姐妹们，其实还没到更年期，你的体重就慢慢一点一点的胖了吧？你知道你怎么变形的吗？问你一个问题，是不是一直以来，每当你想要开始减肥，吃水煮餐，戒淀粉，但是做菜的时候总是先想到老公爱吃麻油鸡，儿子爱吃披萨，婆婆说她一定要配白饭，然后你的健康餐就做不下去了。当个奉献型女人，长期把自己放在最后一位的结果是什么呢？不是体重计的数字越来越高，就是镜子里面的你越来越不认识自己。而且最讽刺的是，你越乖越压抑，体重越上升，然后突然更年期到了，空巢期加上对身材没有自信，你更焦虑了。你肚子上那一圈，还有你的体重计，都让你没办法再骗自己说福相一点好看，因为已经不只是福相了，而是肥相了。但是这不是你的错。今天我就要教你当个自私的女人，放过自己，就能成功减肥。第一个是不用饿到哭的佛系减肥法，不做白工的有效运动法。第三个是睡觉就能瘦的睡觉减肥法。首先我们来认识在更年期的时候呢，身体里面搞的这3个小动作。第一个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呢你的身体发炎。第二个是新陈代谢降速。第三个是荷尔蒙罢工。第一个最重要的呢，你的身体像着火，慢性发炎会造成你的胰岛素阻抗。慢性发炎对于肥胖的影响最严重。更年期腹部脂肪很难减，瘦不下去，肚子一圈消不了，都是因为压力大的时候，你的肾上腺皮质醇会分泌过多所造成的。而且大家都不太知道这件事，就是呢，肥胖本身就是一种慢性发炎的状态。当体内脂肪细胞过多，特别是内脏脂肪，它会释放多种促进发炎的因子，引发全身性的慢性发炎反应。这种发炎反应会干扰细胞对于胰岛素的敏感性，导致胰岛素阻抗。当身体对胰岛素产生阻抗时，胰脏需要分泌更多的胰岛素，才能将血糖送入细胞利用。过多的胰岛素会促进你的脂肪更多的合成，更多的囤积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而压力和皮质醇更是发福的凶手。偏偏更年期的时候，我们压力很大，半夜潮热盗汗，睡得很差，睡眠不足又影响了你的饥饿素和瘦素的分泌，使人更容易感到饥饿，并且呢，降低了你新陈代谢的速率。这样造成的身体压力又会导致肾上腺分泌更多的压力荷尔蒙，也就是皮质醇。压力皮质醇不仅促进你肚子堆出一个游泳圈，还会让你变得很嗜甜，很想要渴望高糖高油脂的食物。体质变成易燃的发炎体质之后，你的珍珠奶茶就更戒不掉。第二个是新陈代谢降速，你比树懒还要慢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不论男女，更年期基础代谢率下降2%，听起来不多，但其实影响很大。基础代谢率是指人体在静止状态下维持生命所需要消耗的卡路里，而肌肉呢是消耗卡路里最重要的工厂。更年期的肌肉又每年偷偷的消失1%，因此你的消耗热量的工厂越来的规模越小，你就越来越难烧卡路里，多出来的卡路里全部存成有来吧。荷尔蒙的影响呢，也使得呢你吃的跟以前一样多，可是身体消耗的热量变少，多余的热量也会转化成脂肪储存起来，所以常常听人家说连吸空气也会胖。热量消耗不是只有基础代谢率，它的消耗变少，你的运动和非运动的日常活动，我们叫 NEAT，Non-Exercise Activity Thermogenesis， 也在消耗卡路里。但是更年期的妇女这2项也一样都减少，因为你可能膝盖不舒服，你可能疲劳没有体力，或者是你根本更年期忧郁症，你的运动都不想去，你的日常活动也减少，所有可以燃烧热量的管道你都不通，你的卡路里用不掉，你很难不胖。第3个是呢，雌激素罢工，脂肪就搬家到肚子。荷尔蒙的改变，尤其是雌激素的下降，脂肪会重新分布。年轻的时候呢，脂肪会住在下半身、下盘、大腿、屁股，梨形身材。有的人觉得大屁股很性感，特别是老外。可是更年期之后呢，他的雌激素溜班了，他会呢把脂肪直接定居在腹部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从梨子变成了苹果，饱饱的苹果。苹果型的身材啊，不但是内脏脂肪多，而且呢，它跟心血管疾病、糖尿病这些风险都有关。而且荷尔蒙改变之后，你的食欲跟你的饱足感的调节也会失衡，因为我们刚刚讲了，雌激素影响到你大脑中控制食欲和饱足感的瘦素跟饥饿素。雌激素的下降呢，会导致这些荷尔蒙的平衡被打破，使得食欲增加，饱足感降低，你更容易过度进食，
许多更年期的姐妹在面对体重增加的时候，可能因为焦虑或者是错误资讯，她们会采取用很极端的节食的方式，可能一天就是吃一餐，但是反而造成了营养不均衡，甚至影响新陈代谢，使体重更难控制。她会觉得节食也没有效。这里跟大家介绍3个让你瘦身的自然疗法。第一个是不用饿到哭的佛系减肥法，不做白工的有效运动法。第3个是睡觉就能瘦的睡觉减肥法。首先，你要把你的胃当成 VVIP， 只给它好的食材。你要调整你的饮食习惯，从少吃变成聪明吃。你要提高蛋白质的摄取量，蛋白质有助于维持你的肌肉量，增加饱足感，并且在消化的过程中可以消耗更多的卡路里。每一餐你都应该要摄取足够的优质蛋白质。再来呢，你要增加你的膳食纤维，不但增加饱足感，而且可以稳定血糖，促进你肠道的健康，可以减少脂肪的吸收。然后你要选择好的脂肪，你要选择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和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，例如酪梨、坚果、橄榄油、鲑鱼等等，因为这些脂肪可以抗发炎，而且呢，脂肪也会给你饱足感。再来第4个是，你要减少你的精致淀粉和加工食品。精致淀粉会快速的升高血糖，就会造成你的胰岛素狂飙，然后脂肪堆积的更厉害。而且呢，脂肪堆积之后又加剧你的发炎反应哦。第5个是呢，少量多餐或者是控制分量。如果3餐之间容易饥饿，你可以考虑少量多餐。第6个，温和控糖，而非完全不吃。我在上周才跟各位介绍过，我为何打瘦瘦针，就是因为呢，能够让自己吃得更均衡一点。我实施168断餐已经6年，实施很严格的生酮低碳饮食2年，饮食非常的受限制，常常看着菜单不知道要吃什么。那更年期的很多姐妹呢，也都吓到什么都不敢吃，可是完全不吃淀粉可能使你营养不均，还有你的情绪低落，所以应该要选择好的淀粉，并且控制你的分量。例如呢，晚餐的淀粉量你可以减少，或者是你用地瓜、南瓜来取代你的白饭或者是面条。再跟各位整理一下饮食的部分。第一个，蛋白质是贵宾哦，鸡胸肉、豆腐、蛋吃够才不会饿到偷偷啃饼干。第2个，蔬菜是保镖，蔬菜里面的纤维可以把血糖的这些精致淀粉呢踢出去。第3个，好脂肪是公关，坚果、橄榄油可以骗身体说我很饱，而且呢还可以帮你抗发炎灭火。那地雷区千万别碰哦，就是那些伪装成食物的恐怖分子，例如糖油混合炸弹、蛋糕、手摇饮等等。那么第2个减肥法是不做白工的有效运动法。我们即使是运动也要有心机，这是我们的美人心计。重点是要从动变成有效的动，你不能只有散步或是去公园跳跳广场舞你就交代了，你需要做的是综合式的训练。有氧跟重力训练你要结合起来做。李小龙呢，他不只是练咏春拳，他还结合了有氧、重训、协调平衡，才练出那一身的功夫和腱子肉。你们可以点一下以下的连结，看一下我们开发出来的 HDC 超微机动课程。我们结合了有氧、重训、红绳、瑜伽、皮拉提斯，不但练心肺、练肌肉，我们练协调，也练修长、静心。有氧运动每周至少要150分钟中等强度，你不能只是散步，你必须要快走。慢跑可以，游泳、骑自行车都可以，可以有助于你燃烧脂肪，而且提升你的心肺功能。你并不需要一次做满30分钟，你可以1周之内呢，一次10到15分钟，慢慢累积，累积到1周有150分钟就可以了。重力训练的部分每周2-3次，你可以透过哑铃、弹力带、器材，或者是呢用自身的自由体重来增加你的肌肉量。你的肌肉量越多，你的基础代谢率越高，即便是在休息的时候呢，它也一样的在燃烧卡路里。你可以做简单的深蹲、弓箭步、伏地挺身等动作，记得训练完之后补充蛋白质才可以养肌肉。支链氨基酸总共有3种，都是必需氨基酸，都是人无法自行合成的，但最重要的是白氨酸。所以呢，黄金比例是白氨酸跟另外2个支链氨基酸的比例必须是2:1:1，这样才能够确定你能够转化成肌肉。那蛋白饮的话，你可以点一下下面的连结，看一下我们的康贝饮，了解一下我们是完全遵照黄金比例。最重要的是呢，要将运动融入生活，不一定是要去上健身房，你可以上下班的时候多走楼梯呀，假日的时候多去户外活动，做家事做得更积极一点，都能够增加你的活动量。这些不是运动，但是是 Non-Exercise Activity Thermogenesis， 就是 NEAT 非运动的活动，它一样可以消耗你多余的卡路里，很重要。再跟各位整理一下不做白工的运动减肥法，每天10分钟偷懒运动，例如边追剧边深蹲，
看到欧巴出现的时候蹲5下，跳出广告的时候呢，靠墙罚站，后脑勺、屁股、脚跟全部贴地，然后肚子收5下。再来买菜的时候呢，多绕菜市场1圈，当作走路，消耗的热量都是赚到的哦。最后跟各位介绍第3个，靠睡觉就能瘦的睡觉减肥法，靠改善睡眠品质来帮助自己瘦身。因为呢，打造一个安稳的睡的环境，建立规律的作息，都可以帮助你自己减少发炎的程度。每天尽量在相同的时间睡觉和起床，即便是周末也一样，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，让你的卧室保持安静、黑暗、凉爽。然后睡前避免刺激，减少咖啡因、酒精、尼古丁。睡前的时候减少使用手机、电脑，然后让自己学一点放松的技巧，比如说睡前尝试冥想、阅读、深呼吸、调息、吐纳、泡澡。如果潮热盗汗的症状很严重的话呢，可以去找专业的医师讨论一下是不是用荷尔蒙补充。那你先要改一下观念，看一下我这一集荷尔蒙不会致癌，先调一下观念，让你自己不那么害怕。当你学会自私，瘦才会来找你。你需要学会自私一点，不是叫你不顾家庭，而是呢，吃饭时间记得自己的需求，该水煮该穿烫，你就要顾好自己的营养。然后每天给自己留30分钟独享独处，不去照顾任何人，专给自己好好的动一动，这不是罪恶哦，是救命。再来，请你拒绝吃剩菜，不要当圣母牺牲你自己，你的胃不是厨余桶。健康不是用牺牲换来的，是用爱自己换来的。当你开始放过自己，不要那么圣母，不要那么贤良淑德，你会发现瘦下来不难，心情变好，能量变多，你也会越来越喜欢自己，而且你的家人也会因此蒙福，因为呢，被你这种快快乐乐的开心的气场影响，全家人会更和谐更愉快。因为一个懂得照顾自己的女人真的是超有魅力的，不是为了要赢得别人的认可，而是为了你值得更好的自己。如果你觉得这样高含金量的影片有收获，请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和转发，演算法就会知道你喜欢这种干货满满的影片，下次再也不会推垃圾影片给你哦。我是王丽慧，下次再跟各位聊聊你身体里的小剧场。